有一个美国民众讲了一句话蛮有趣，他说：“现在这个政府啊，看起来啊是为他自己而存在，而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存在。世界上这种政府很多美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联邦的经费越来越不够，那我就先裁减哪些不重要的钱。川普政府是有所谓的操纵的空间。他说啊，那就这样，纽泽西州的他的这个联邦的这个健保补助，我现在钱不够，先砍你，那纽泽西就受害很深。他们回过头来算账。”美国老百姓才没有那么党性坚强了，支持你害我的健保费给我涨了175%，那我选你干嘛？我们就换共和党来执政。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梦碎吗？政府关门到现在已经正式的超过40天了，那么现在民怨冲天哦，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医疗保费，恐怕很快的就会感受到立刻上涨的压力了。最高幅度会依照不同的州跟这个收入会有所不同，但是最高的幅度甚至可以喊到6倍哦。美国民众在这个时候哭喊说，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们是不是要移民呢？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心的是民主党的大佬在这个时候在关门之际也倒戈叛变了。我们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帮我们做解读的。第一个，政府关门破纪录哦，导致华府瘫痪，川普的民调更是一度的不断暴跌哦。那么看到的是医疗炸弹现在全面引爆。美国的政治失能，接下来谁来买单呢？第二件事情，接下来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欧记健保变成了欧记陷阱，尤其几个不同的地方。当中，纽泽西州这个保费一口气暴涨了175%，加州甚至有夫妻，他们是中产阶级，决定要放弃健保。刚刚提到的民主党大佬都带头倒戈让步了，美国人还能够撑多久？最后是从犹他州一直到加州的部分地区，保费不断的飙涨，医疗现在压垮了中产阶级，美国梦正在一张医疗账单里面崩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就在这个政府关门破了最高纪录的天数之际，川普的民调根据了这个媒体做的最新消息，60%的民众其实对川普都是非常不满意的，逼得川普最近喊话快点开门吧，也快要开门了。这一场史上最长的一个政治拉锯战，没有想到我们看到在周日开始出现了一些惊人的反转，他是民主党的领袖舒默这一回竟然是带头倒戈了，带着8名的成员集体叛变，力挺终结政府关门这一件事情。消息一出之后，导致了民主党内部就开始有了许多的批评声音。他们批评舒默说你不配再领导民主党了，你连阻止个医疗费暴涨都办不到，你还能为什么而持续的战斗下去呢？民怨爆裂的背后，其实现在美国民众要担心的就是接下来他们很快的要为这个医疗保费的上涨暴涨全面的买单。最新的民调，美联社做的，60%的美国人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是感到极度恐慌的，他们担心2026年开始医疗保费将是快速的暴涨，40%的美国人甚至是陷入在焦虑里面，他们认为自己会付不起医药费，没钱看病，甚至会失去医疗保险。在此刻，川普也赶快来救自己的民调，他提出了会直接支付民众医疗保费的费用，并且以他收取关税的收入发放每人$2000的一个费用红利。好，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请教大使怎么看了？政府关门破了40天，医保很快的就会狂飙了。美国政治是出了什么问题吗？就在此刻，没有想到民主党的大头还跟着倒戈了。美国民众接下来在医疗体系上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大使怎么看？这个里面就是说，这是2党的一次对决啦，就看谁能够硬撑下去。当然，最后就是说，最衡量你要支持还是不支持，你是坚持还是放弃，还是考虑到这些目前尤其这些联邦参议员，还有联邦众议员，他们自己下一任能不能还继续当选？如果说我今天坚持下去，结果我自己本州的这个受害很多，那这些本州的州民就说，我们选你去当这个联邦参议员，结果你做出来决策伤害到我们利益，那我下次就不投你了。那这一次，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医疗健保的这个费用暴涨的几个州，我看了几个州，很奇怪，都是民主党在掌政的州，涨得最多的 New Jersey 州
这是个标准的一个红州，州长是民主党，2个联邦参议员也是民主党，然后呢，科罗拉多州也是个标准的红州，州长也是民主党，参议员也是民主党。那很简单，你知道现在这个联邦经费不足，最后他为什么叫 appropriation？appropriation 就是说我怎么样来把我的钱怎么样按比例支出出去的意思。那就变成就是说，我现在联邦的经费越来越不够，那我就先裁减哪些不重要的钱。所以他在裁减的过程中，事实上川普政府是有所谓的操纵的空间。他说啊，那就这样，纽泽西州的他的这个联邦的这个健保补助，我现在钱不够，我先停，先砍你的。那纽泽西就受害很深。那他们回过头来算账，美国老百姓才没有那么党性坚强了。我支持你是因为你给我带来福利，结果我支持你，你害我的这个健保费给我涨了175%，那我选你干嘛？就是你造成我这个，你下一次我就不选你了，我们就换共和党来执政。所以这里面就是硬碰硬，也就是川普跟这个民主党的斗争就是硬碰硬。我到时候看你低不低头，因为舒默会愿意低头吗？舒默也要考虑说，我们再这样打下去的话，我背后的选民不支持我啦，那我下一次都选不上我在那边打这个没有意义嘛。所以这就是美式民主，所以完全到最后就是说，好啊，你要撑就撑。那今天我要知道老百姓不方便，我这个联邦的这个所谓的航空管理的，我就钱少付一点给你，对，然后让你们老百姓就觉得坐飞机的时候，哇，我等了2个小时、3个小时，看到你们只有这么点服务人，后面排的我飞机都排不上，那最后就来开始攻击。那有的不见得攻击共和党有的是攻击民主党因为共和党政府拿不到钱，共和党说因为民主党不给我钱。所以呢，现在就变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变成就是说，尤其是现在关键就是在参院对不对？参院现在是民主党，就是说他是怎么样？他这个要4比6之比嘛，也是说你必须要60%的人同意这个有关经费的那民主党的他就可以卡住共和党，所以当然老百姓会觉得是民主党在卡。是民主党在卡，所以舒默这些人最后就倒戈了。那当然回过头来还要看众议院了还要看众议院。不过这场斗争也可以看出来，两边的斗争的决心非常的强，宁愿让怎么讲老百姓吃苦呢，最后呢让老百姓去怪你，不要怪我。所以呢，最后舒默会怎么样投降，就是因为他的红州的怎么讲受创很深。那他们这些民主党的这些可能将来在这个红州里面，过去什么铁票区，最后呢下一次选不上了，所以他就立刻倒戈了。所以这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用实力在那，没有什么良心什么都没有良心，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政党利益在那边斗争。所以我看到电视上有一个美国民众讲了一句话蛮有趣，他说现在这个政府看起来是为了他自己而存在，而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存在。世界上这种政府很多为了自己而存在，跟人民福利无关的政府很多美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川普在政治上面的一种政治报复手段。但是我们看到两党的斗争之下，直接伤害的就是民众了。刚刚大使帮我们看到几个涨最多的地区，会因为你不同的州，所以你调涨的保费不一样，也会因为你是不同的收入，甚至是这个不同的政府补贴，各做不同样的计算。但是整体来讲，涨最多的确实就是新泽西州，暴涨幅度175%。第二名是科罗拉多州，飙涨了101%。马里兰州因为还是有一些州政府的补助撑腰，所以涨幅约落在30%。赶快来看到3个实际的案例，等一下也会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民众第一线的真实感受。第一个案例，我们看到这一对是在犹他州的夫妻明年的保费他们会从每月495美元一口气飙涨到2168美元，换算新台币，他们每个月这对夫妻得付6.7万台币，只能崩溃喊这彻底毁了我们的生活。第二对也是真实案例，在加州的一对退休夫妻，去年的保费4200美元，明年同样要飙涨到得掏出2600多美元。
26000美元哇，我还看错了，26000美元。他们说呢，这已经占了他们收入的28%了。另外一对同样也是加州的夫妻，保费从每月350美元飙涨到2000多美元。他们说，干脆考虑移民好了，到一些健保福利比较好的国家，干脆放弃美国的健保吧。而这一场这个医疗的问题，价值2.4兆美元，成为这个两党不断斗争的一个国家级的计划。干哥怎么看美国民众真实的感受？你要知道哈，这个欧记健保啊，就是美国人常讲，它叫什么？可负担的健保法啊，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大概你出1/3啊，国家帮你出另外的这个2/3啊，这在美国是一个施行很久的制度。不过，老实讲一句，你自己本身一定要能够独立负担你的那一个部分。那欧记健保法在明年1月1号开始上路，调涨3倍，调涨3倍就是没有道理啊，我就是调涨你啊。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就美国的这种就是医疗保险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也不合理的，因为每个州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这3个案例，这3个案例的保费都不太一样。当然，每一个人的保费本来就不一样，健保保费都有费率的不同，对不对？可是现在对于美国的标准的家庭，你来看那个第一个案例，犹他州考克斯夫妻啊，听到明年要从每月495美元涨到2168，那就是3倍，他说是太可怕了。为什么？因为健保费会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老实讲一句，如果像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看得出来吗？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每个月是大概500块美元的这个健保费的话，就是一个月多少钱？应该是15000块台币。对，这就是美国的正常一般家庭应该要有的保费的费率水准。看第二个，加州那对夫妇去年健保费4200美金。好，我告诉各位，他一年健保费4200美金的意思就是他可能是在矽谷，他是工程师，他才会是这样的那个保费。对，那去年要4200美金的话，大概等于12万台币，对不对？那但是到了明年，因为我刚才讲欧记健保要涨价之后，暴涨到26000美元的话，那是多少钱？26000，那到了70万台币了。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那只有独角兽的这些企业员工，他才有办法支撑嘛。只有几个独角兽的企业员工，你知道，这根本一般老百姓负担不起。所以这个第二个案例哈，他如果是一年要付226000多美元，已经占据他们整个年度收入的1/4了，这不可承受之重。这是第二个案例。所以不管是高的低的，你都碰到像这样的事情的。还有一对加州夫妇，他也是普通的，他说他每个月是350块美金到2000美金这样子。那他们决定怎么做，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要健保了，我不参加，不参加怎么办？不参加你就要靠自己。对，我就是靠自己，我靠积蓄，靠自己的积蓄，然后开始跟那个圣母玛利亚祈祷说，我不要中风啊，我也不要突然得心脏病。有一对都是货车司机的夫妇，他们就这样，他们也是一样放弃了，我不要。为什么？我们就用我们的积蓄支付，因为我们付不起。美国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是属于很普遍的状况，170万户家庭受影响，大家就知道，光是这个健保已经让美国一般中产阶级负担不起了。是，好，那上志哥又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我们都讲美国梦哦。过去其实美国梦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它是追求成功的。美国梦当中不太描述或者去接近那些失败者的价值。我让大家现在刷短视频，经常会看到现在美国非常红的网红，他干嘛？他就在路边假装穷。那么有一些很穷的人，甚至一些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来接济他。然后他其实说实在，你说他真的能帮助所有这些 homeless 的人吗？没有。要 homeless 这一些当中很努力的人，然后他会帮助他，然后也会集结很多的捐款。
所以说，美国梦其实对于失败者当中，也要失败者当中很努力追求美国梦的人，才会获得整个美国人一般的共同的接济哦。我想我们在这一次的联邦政府关闭期间来讲，都知道，其实眼前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食物。因为只要一天没有吃东西，没有东西吃，活不下去了，整个家族活不下去了。所以呢，即使在先前最欠缺或政策当中一度有中断的时候呢，各州也是想尽办法用州的费用先来垫支哈。所以救急这件事情是有的，但是可以看到美国的总体的福利政策，包括现在我们刚刚讲，在整个参议院当中，原先在搏斗的所谓的欧式的健保政策，对于中低收入当中的健保的支付当中，目前其实只是往后拖延而已。所以其实我们就不只在看说，到底美国梦当中所形成或美国这个国家当中供给国民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迟疑喽。美国不是很有钱吗 ？GDP 这5年每年都还是很厉害的上涨。可你看，钱在哪里啊？都在有钱人、富豪，包括 AI 辉达的手里啊。美国这个政府不要忘了，它现在其实36兆。美元的部分呢，其实的赤字都不知道怎么还了，对，所以不是很有钱吗？政府这么亏，所以你就看现在这个整个跟我们现在想象中，比如中国现在有钱了，北欧国家有钱，北欧能够做很多的福利政策贴补你，什么东西教育啊、医疗都没急。这个中国的部分就基建放大招了，什么东西都是很便宜，亏本也无所谓。所以在美国梦所建筑的没有福利，没有基建，那这个 GDP。到现在还是涨，这5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要看对比当中，这5年当中，美国的无论电力也好，也没有新的建设，各式各样都没有。所以他看到的其实就是还有华尔街股市当中的这一些 AI 当中资本的部分泡沫垫高了它总体的 GDP， 所以更不要说在民间一般弱势民众能够拿到什么样真实的帮助呢？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内部的状况哦。现在川普的民调崩盘，而且有航班大乱的一个景象。今天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政府关门进入到超过40天是最长的一次。川普这个时候喊话要开门哦，并且撒$2000一个人，希望来救选票，能够救得起来吗？另外一头要来关心的是感恩节即将到来了，但是美国的通膨越来越严重，牛肉价格至今已经这1年飙涨了13%。感恩节，许多人说买不起东西啊，会不会成为灾难节呢？今天就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确实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民主党连下4成哦。另外，川普的民调崩盘，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喊了说要开门，并且撒每一个人发放，预估呢可以达到$2000的红包，能够换回选票吗？政府关门进入40天之后，现在造成的就是航班大乱，每一天预估6-7千航班都会受到影响。美国的经济1周损失金额大约落在$150亿。现在大家在看说感恩节又即将到来，会有哪一些冲击？美国人在感恩节还能够心存感恩吗？好，第3个问题，现在川普不断的吹嘘说呢，美国的物价一直在下跌，但是这个政绩是否被打脸了呢？因为呢，沃尔玛推出了一个套餐，价格看似是这个比较便宜，但是里面的餐点已经大缩水了哦。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的牛肉价格飙升13%，美国人饭都吃不饱了，还要继续的相信川普吗？今天我们都会请来宾一起来做解答。好，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民调了，包括了现在做了一个统计，6成的美国人他们都不认同川普的执政，甚至有67%的人认为美国现在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那么看到目前的这个状况，当然了，川普还是会感受到压力的，所以他寄出了说，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这个关门进入到40天之际川普说了，他说快要开门了之外，每个人他接下来宣布了，每个美国人不含高所得者会来发放$2000的现金大红包，其实还不少，一个人可以拿到换算新台币大概是6万块钱。好，不过呢，这一些有关于政府关门的事情，都是比较政治上面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最直接冲击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了，还有接下来的感恩节要到来。
就怕航班大乱啊！因为呢，政府关门40天，导致航班人手缩短至少达到1成以上。FAA 做了一个统计，光是在这个月的7号、8号单日就有超过6-7千的航班延误，那么上千架的航班因此取消了。现在担心的是11月的中下旬就是感恩节了，民众要疯狂的这个坐飞机返家，会不会这个返乡潮变成灾难呢？运输部长在这个时候也出来警告了，赶快开工吧！再不开工的话，恐怕这个航班要再大砍20%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来自于《富爸爸穷爸爸》的这位作者，他也语带沉重的说呢，如果在这个时候感恩节的时候，美国的民众啊被解雇，那才是真正痛苦的开始，并且他也说了，11月份初估已经有15.3万的劳工被裁员了。那么现在根据初步的统计，政府关门光是1周经济损失就高达了150亿美元，重挫美国的经济是否走向失序呢？那么政府关门40天了，最惨感恩节会不会即将到来？舰长怎么看？上一个礼拜啊，川普总统他已经公开的承认，也就是有关于这个对等关税的部分了。他当初都说是进口的进口的国家付钱，他现在慢慢的承认说，其实美国人也会付一点点。那这可不是一点点，这是非常多。而且我刚刚那个主持人特别提到了这个川普他的一个有关于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的部分呢。如果我们不看那个共和党，也不看那个民主党的话，我们就看独立选民，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杂货来讲，他们认为已经涨了73%；对于公共开支来讲，涨了64%；那对于医疗的部分涨了47%；那如果说对于油价的部分涨了33%哦。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这整个的一个曲线，尤其是公共开支的部分，那在过去1年之中涨了将近12%。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涨价哦，那也就是对于美国国内其实我们来讲应该是苦不堪言了。那除了涨价之外，如果工作能够继续维持，那也就算了。可是工作还不一定能维持，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失业率来讲，它是慢慢攀升的。那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哦，这一个就是从2021年逐渐下降的这一个失业率，自从川普那他就任之后，慢慢的又开始上升。可是我们如果好奇一下，之前为什么这么高啊？之前因为也是川普担任总统啊，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看啊，也就是有关于失业率也不断的提高，然后再加上各个的通膨的现象已经产生了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川普他因为他个人的一个政治需要，他就开始当然他也有其他的有关于联邦支出水平啊，或者是撤销对外援助以及医疗保险补贴的部分，所以才造成这一次的关门。造成这一次的关门的影响到底有多严重啊？我们来看看灾区啊，也就是前10名到底是哪些地方。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也就是环保署。环保署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说，进行这一个无薪假的部分，其实89%啊。那如果说我们来讲到对于国防部来讲的话，这里指的国防部其实是这个文职人员啊，那它也高达了45%。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么多人都已经开始休无薪假，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份报告，也就是他在这个休无薪假的期间，其实直接被那个 lay out， 直接被辞退。那也就是说，这个职缺越来越少，可是马上感恩节就要到了。那感恩节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那所以那个当大家回不去的时候，那个怒火一定上升。
这个怒火会不会延烧到明年的期中选举呢？那其实这考验的是川普的智慧。好，确实哦，现在美国面临高通膨，还有失业率等等越来越高的问题。那尤其现在就是刚刚提到了嘛，感恩节即将要到来，川普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救自己，也发了$2000一个人，拟定希望能这样做，能够救得了他的信任危机吗？委员又怎么看？要救得了他的信任危机啊，现在大概剩下上帝的保佑了，这个太困难了。因为不止他的危机，也是共和党的信任的危机。他不竞选连任，也许他可以无所谓，他可以摆烂，但是要用这$2000哦，你难道要每个月都发吗？这困难度是蛮高的。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每个月都发，来补救大家对于生活费上涨的一个怨气，那你民调当然会崩啊。其实最重要的，老百姓就是一个生活上遇到困难，他就会很直觉的反映在民调上面。那你不去探究这个他生活上的困难是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舰长讲的，进口关税80%是美国人付的啊，他生活会进口的东西生活又很多，因为美国人自己在生活物品上面的生产力量很弱了嘛。那你看对中国课多少税？对墨西哥课多少税？连生菜都涨价，连咖啡都涨价，连牛肉都涨价。我老天爷！老百姓要的不是买什么高楼大厦，不是去买你什么川普大楼啊，他要的就是我可以轻轻松松到麦当劳吃个大麦克啊，我这个周末可以去稍微晃荡晃荡。那你现在搞得他生活上这么多的困难，连航空公司都要停班，他怎么可能开心呢？你再伟大，你在美国再伟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生活越困难，所以他民调崩。那选举败哦，其实是本来就应该败。为什么？那几十个选举都是民主党占优势的地区啊，不管是你纽约市就是民主党哦，牵一条狗来都会赢啊。然后你说纽泽西也是民主党的地盘呐，那 Virginia 是摇摆州，有时候是民主党赢，有时候是共和党赢。你没有稳赢的时候，就你大输。你以前输都输一点点，这一次大输，那怪谁？就怪你啦！哦，你说纽约、纽泽西输你没什么，加州的公投你输，其实也没什么，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可是你票数不应该输这么多，就像说国民党每一次选举啊，去计较说我高雄市输没关系，可是我的选票不能差太多。那这样一来，我在大选的时候，我可以拿台北市的选票去弥补。但如果他们输太多，别的地方也弥补不了啊。对，这个就是一个选举要去考虑的。所以现在我看到最惊慌的是共和党的参议员跟众议员，他们明年没多久就要开始选举了。你说叫他怎么过这个信任危机啦？那除非你现在川普这个每个礼拜都宣布我要发多少钱，然后每个月都让老百姓实际拿到钱。那个怒气也许还可以缓和一点点，但是人家对你共和党以及川普执政能力已经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有点像银行让人领不到钱，那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信任危机没有办法解除，但是领到钱可以缓和信任危机所产生的怒气。好，一边是民生，来自于民生的怒气哦。那眼看着再过其实2周左右，就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感恩节了，民众的痛苦指数恐怕直线的飙升哦。因为感恩节会不会变成灾难节？等一下我们会请杨老师来带我们看。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是来自于官方给的，他说这1年来水电瓦斯的费用大概暴涨幅度12%，杂货涨3%，其中最有感的就是美国人爱吃的牛肉狂飙了13%。但是在这个时候，川普没有去检讨自己，他把责任怪在这一些牛肉的加工业者，他怒批他们哄抬美国牛肉的价格到历史新高。于是川普已经下令了，最新让司法部来介入展开调查。另外，川普还不断的自夸说，在他的这个任期里面，物价不断的下跌他做了这样一个政策的宣传，并且呢，他也宣传沃尔玛现在不是推出了一个感恩节降价套餐吗？一个套餐大概是$40。那么 NBC 就针对了这个套餐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确实啦，比较便宜了，较过去在拜登时期的时候便宜了1/4，但是菜单的这个样本的这些菜从29样变成了23样，当中包括了什么鸡汤啊、洋葱啊、番薯这些就没有这些食材了。那记者问川普说：“你知道你这个感恩节套餐的分量缩水了吗？”然后川普就怒回呛说：“假新闻，你是哪里的媒体？”杨老师怎么看？感恩节会不会变灾难节？一定是 CBS 的媒体。
为什么？因为我找到一份资料，CBS 在从2022年的1月开始哈，它就各个项目的去追踪美国的这些物价的变动，它去做的这整个整理。那为什么2022年1月呢？因为到现在为止刚好4年，那所以呢，前面其实3年是拜登，那这一年是川普，万物皆涨，大概除了汽油，因为是刻意被压制下来，所以这里面涨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食物大概涨了平均18.2，牙医涨了17.7，医生涨了5.3。然后呢，电费涨了40%，从过去2022的1月是0.15美元一度，现在变成0.19美元一度，所以其实涨了40%。然后你看保险涨了13.3%，那如果我们个别的去看的话呢，咖啡就涨了将近20%，那所有的这些肉类，不管是红肉还是白肉、鱼、鸡蛋，大概至少这一年都涨了5.3%，前面3年也都涨，所以美国人的感觉，他不是说啊，这个前面几年都忘记了，它是整个有延续性的。那一直到了这个川普你上来之后，其实并没有停缓下来这个涨的这个趋势，而且这一年呢持续来往上涨。那你看到，除了这个汽油他们现在是大概平均3.34美元一加仑啊，那可是我还记得。30多年前，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好像是2点多美元，有的地方还1.75了。那现在变成3.34，你想想看，其实美国人开车比以前的这个负担要高很多。但汽油对美国人很重要，因为大部分人是要开车的哦，他们没有什么高铁哦，因此你看到这些万物皆涨的情况之下，你当然感恩节的这个套餐，当然这些这个业者呢就会配合川普。配合政府刻意缩水，然后呢降价，哎呀，这个真的是，反正只要经上高兴就好了，没问题。那整个 CPI 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大概也涨了2%，在过去这1年。所以现在美国变成一个问题，就是到了明年的这个趋势如果继续的话，到了明年期中选举这就会是一个总检视啊，一个对。共和党执政，因为到了明年期中选举，你川普执政就起码执政1年半，将近2年的时间。明年期中选举是11月，所以将近2年的时间。那如果万物皆涨，其实根本他的这个选情一定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这一次大概是各方面综合起来，除了物价之外，它的关税表现，它对于这些各式各样的大学以及它的作风，那整个民主党的这个团结。然后呢，共和党开始在退缩，现在到了明年的期中选举我觉得它其实会受到更大的考验。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现在自己内部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尤其在富豪的这一头是在干杯那么狂欢，另外百姓则是在流泪。今天也会关心的事情是川普的家族，他们现在靠着包括他自己的朋友在内，靠的这些虚拟币暴富，美国人老百姓却活在悲惨世界里面，挨饿甚至没药医，到底怎么回事？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首先开场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读的。第一个，刚刚讲到了川普现在在金光闪闪的庄园开启了万圣节的派对，而且靠着川普币赚翻天了。但是从大家知道11月份开始，美国的4200万的这些低收的美国人粮食券已经正式的确定被砍，而且砍的金额是1半。这个是美国梦还是阶级的噩梦？今天会关心。第二件事情，不只是在经济上，美国民众面临到了很大的困境，包括现在连命都不保了吗？包括了抗生素，还有这些关键原料，全部都是靠中国的供应链，大部分都是靠这个中国供应链为主。现在救命药都买不到，健保自己美国内部则是暴涨了3倍的价格，60岁以上的。比较年长者付不起医药费，美国的穷人是病不起吗？接下来也会来关心是不是共和党接下来会被反扑呢？因为最新的民调，67%的美国人都认为川普的所有在经济上面，包括关税政策是走错方向了。他的不支持率现在正式的飙破55%，民心崩溃之下，会不会逼得共和党这个时候自己跟川普来做切割呢？今天就这些议题都会来做关心。好，我们来看到
美国政府停摆，从明天开始就会创下史上最长的一个记录了。同时间，美国现在贫富差距非常的严峻。刚刚提到的4200万人的粮食券被腰斩，同时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川普人却在海佛山庄这边开启了万圣节的派对。当时大家看到的事情就是这个金光闪闪的一个派对上面他正在举杯庆祝，那包括川普一家人都到齐了。这个派对的主题叫做 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就是一场小派对不会害死人。但是更讽刺的事情是，现在包括了币圈，川普的这些有钱人的好朋友们，则是赚得盆满钵满。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所做的揭露。川普的家族他们推出了各种的货币，不管是川普币、梅兰妮亚币，甚至是川普他的小儿子旗下的这一些货币等等，一年获利超过了10亿美元，换算现金流高达了30亿美元。大家都是赚饱饱的，没有想到另外一头的老百姓，他们的粮食券的补助被砍就算了，现在呢，根据统计，每个4口之家的这些低收入户，每月只能拿到715美元的一半，失去补贴哦。现在他们过得非常的辛苦。那根据了解，每个人每一天只剩下3美元的补助来过活，是连一餐都买不起的。联准会的理事库克也警告说，现在还不是最惨的一个状况，明年在美国的通膨还会变得更为严重，居高不下。贝森特也直接说了，接下来房市也会受到严重的衰退。而我们也稍微回顾一下，美国上一次关门的时间其实落在2018年的12月，大概时间是35-36天，冲击的就是包括了1/4的这些联邦的机构关门，80万多名的这些受雇人员，他们有因此会暂时没有工作，经济损失是100亿美元。但是注意了，5周的经济损失是100亿美元，但是这一次光是1周的损失就高达了70亿美元。那么从明天开始，刚刚说了，就会是这一次有史以来政府关门最长的一次记录了。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现在有钱人开派对，穷人却在为着面包来做苦撑。美国现在是活在2个世界 L 型世界里面吗？聂老师怎么看？好，那先讲讲我自己人生经验。我自己本身在1980年中到1990年中在美国待了10来年哈。那当然，其实就我的感觉，其实美国这个政府 shut down 其实不是多么大不了的事情，从1970年就一直在 shut down。那么实际上，这个因为我们记得这一个应该算是从记录来讲，它是第23次的这个政府关门。那政府为什么关门？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都是10月底，当然也有在年中的，因为是10月初。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财政啊，就是财政年度啊 ，fiscal 这year是从10月1号开始，所以9月30号是最后一天，他们必须开始预算新年度的到来。他的预算，但10月1号开始，如果你没有办法拉锯，没有办法马上决定的话，你就必须关门了，因为钱不够就关门。但你知道哈，虽然我说有这么多次，我不觉得什么大不了，可是这次真的是蛮久，而且这次呢是又碰到了关税等等的一些因素，所以会造成比较严峻。就是这一次呢，你跟我讲日期长，你刚讲的7年前2018年也是川普那个时候哈，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之前大概平均是8到18天，大部分是这样子，但这一次呢却延长到这么长的时间，几乎是 double 在甚至比那个短的8天甚至4倍。我的原因要分析是因为这一次的所谓的财政没有办法咀嚼不定呢，我觉得跟现在就是川普过于极端的去做他的所谓的极端政策，就这个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政策，以及人民对他有非常多不愉快的这种看法，那造成民主党当然跟他共和党的这个拿捏在财政就很难定论，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长。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这个预算被冻结是部分部门还是完全，这是有差异的。那我现在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部分或完全，部分的政府就一定会失去资金的运作。这资金运作就是我们讲 cash flow， 就是人的血脉血要流，不流你身体就挂了。所以你会发觉刚开始几天还好，那血脉也还好，或部分地方挂了还好。可是你发觉它越来越严峻，越来越严峻，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还加上它的关税，从一开始冲击到很多的产业啊，你就很难生存。然后到现在人民呢也开始呢，不管是我们太多的地方可以讲，你刚讲医疗部分或大豆有没有这些农民，他开始已经收入减缓，那你就各种补助你缓不济急，我觉得这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讲说，川普呢，等你刚讲海湖山庄
这种非常愉快的一个举杯干杯，这个活在这个香槟泡泡里哈，这个东西却没有看到人民所以在悲惨世界叫 Les Miserables 这个法国这种有名的歌剧，在悲惨世界中生活。我觉得部分人甚至到了走进黑暗的地步，就是我觉得贫富差距这是自然的，全世界都有，它是一个 M 型的社会。可是它这个 M 已经越来越宽，越来越宽，怎么造成？就今年关税之后呢，美国呢就造成了部分像刚刚讲的，不管是他在币圈或者部分有钱人看准了这个越波动越是投机的时候呢，就去赚了越多的钱。那这些农民是没有能力的人，就被政府的政策呢偏导到了一个地方。我刚讲悲惨世界或黑暗这个时刻生活的人，今天当然就会越来越穷，越来越惨啊。当然你说房地产当然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它就影响到下一波所有人民用钱去这个我们讲房地产是一个这个重大支出嘛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钱包越缩水，你所有的这个资产就开始会慢慢走downtrend。所以我担心这个美国这个会慢慢在经济会，大家现在好像这个景气股市都还不差，但我还是担心它的经济的未来。我就要讲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世上苦人多哈，我们有这个台湾的真人有讲过。可是川普呢，25岁接掌他的事业，27岁当了 CEO。你知道这个在金堆生活的人，你知道他缺2样东西，这非常严重。第一个，他在生活上他没有办法易位思考，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感觉啊，你没钱了，没关系，我补助你啊。他不知道，我跟你讲，苦难教育机会，从苦难长大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苦难。一个呢，今天经过了苦难才叫做磨练，他没有，他是在钱堆长大，他是另外一种生活模式，他没有感觉，所以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差距。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的视角，不只是生活上的这偏误，视角的偏误，就是他过于偏误的宏观。他一直在讲国家，他没有，他虽然说好像想照顾人民，因为他照顾人民是为了他选票啊，票仓。可是他这个微观去想到人民真正的 micro 的东西，他不会，他大部分都是想到他的格局，因为他是搞个大企业的，甚至在领导国家的，所以我觉得他这2个偏误，一个生活上的偏误，一个这个事业上的偏误，就会让美国可能会慢慢越走越偏了。好，现在美国老百姓哦，尤其是一些比较底层的或者中产阶级，都已经开始感受到，不管是关税或者经济战所造成的影响哦。那另外一方面，不只是在经济上面受到通膨的影响，压力很大，现在是不是连穷？如果你是比较穷的人，你的命都可能并不保，甚至并不起了吗？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国手上握有在这一场中美贸易战被大家视为是稀土之后的第2个王牌，就是这个药品了。因为现在做了一个统计，美国的药品近半的原料都是仰赖北京来做供应的，那包括了有抗生素，还有多种的关键的药品。这是来自于这个作者是《中国处方》一书的作者，他叫做吉布森。他说，现在美国已经无法从头到尾去生产任何的抗生素了，尤其美国现在缺乏这些统筹的机构，鼓励国内来重建这个供应链，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同时间，刚刚也提到了，美国现在的健保制度也让民众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保费暴增了3倍。一名60岁长者，他每月的保费会从460美元正式的飙涨到1380美元，变成说你要享有这些医疗保障，成为有钱人的专利。针对目前美国的问题，上次哥又怎么看？是的，这我最近看到那个华尔街有一个形容，我一直觉得印象最深刻。那现在都说，在整个美国的股市一直创纪录哦，看起来就美国股市来看，美国的一切应该是欣欣向荣，但实际上它现在有好多蛋，大大小小的，不知道是什么，有的大如鸵鸟，有的小如鸡蛋，各类的是什么呢？现在就看哪一个蛋会裂开，里头跑出黑天鹅。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因为过去来讲，在整个美国经济的各种各样的时代都有不同的问题，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也都有，大概基本上问题的同质性比较高，很难想象现在此刻对于美国，无论是川普面对的，包括林老师刚刚提到，他不管，但整个美国社会民生所面临的是非常巨大的问题。整理来都是以美债为核心，包括现在联邦政府关闭为主，所涉及到的刚刚所有的民生的、教育的、航空，你能想象的一切现在都有问题。但是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大家就来看哪一个东西会联动，让整个美国核心经济2个就是华尔街股市以及其中的 AI 目前整个全球的趋利。但是你说现在最厉害的美国股市当中没有裂缝吗？还是有的。首先，第一个 AI 科技产业最近都是大幅度的裁员，包括 Amazon 裁1万多人 ，Meta 裁，你能想象当中都裁，几乎没有裁几千人，包括先前你说英特尔都在裁。除此之外，就是 AI 泡沫本身，上次已经提过了很多次，就是现在辉达跟 AMD 投资 OpenAI 呢花钱去买
好，对，确实我不知道哪一颗蛋爆出来的会是黑天鹅，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的一个最新民调，到底川普的支持率如何？67%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美国已经走错方向了。那么川普的不支持率现在来到了55%，对于经济政策不满的，则是有超过60%的民众都非常的不满，不只对川普不满，也对共和党一直挺川普这件事情是很不满的。所以呢，现在选民也表态了，接下来明年就是期中选举了嘛，他们说有一半的人，他们可能就会改去支持民主党了。到时候共和党的人会不会刻意的跟川普来做切割，保住自己呢？干哥又怎么看？川普他认为说，其实我跟你讲，我征收关税是一定的，这是很好的武器。如果没有这个武器的话，我们今年少赚了1000亿美金呢。当然他没有想到，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准备要为这个事情来开听证会了。万一如果法院否决的话，你要怎么退这个关税呢？你要退起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就等于说你原先得到的都一片化为乌有。所以最近的一次的这个民调就发现说，67%的美国人认为他走错方向了。他走错方向了，其中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是有高达87%的黑人，他们当然认为川普是走错方向的。可是白人认为他走错方向，也有高达61%耶，也不少哎。那西班牙裔是71%，那就想想看说，这些都已经超过人口的一半，他们都认为说，他们都是小民都认为说，现在共和党政府是走错方向。那你走错方向，其实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保险费460块美金，一个超过60岁的老人家，你的健保费一个月大概是460块，相当于多少钱？台币的15000块。其实，在我们就是说在台湾的水准来看的话，这15000块还算是可以被接受的、正常的。结果现在你知道吗？因为关税还有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现在要调高到一个月1380美金，那一般人怎么负担得起呢？那是接近4万块台币。你要是变成这样，这边我讲一个小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底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大概1年前，大家还记得一个常春藤名校的一个学生他叫做 Simpson， 他竟然在当街枪杀了美国最大的保险事业联盟美国健康公司。美国健康公司的 CEO 那 CEO 他把那个 CEO 给打死，当场给打死他叫 Brian， 他把他打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从常春藤毕业出来的这个意大利籍的学生，他说我每个月都缴健保费，我是常春藤毕业的，我家是意大利的望族，结果当我有一次去冲浪伤到背的时候，我得不到1毛钱的赔偿，所以他当街枪杀了这个 CEO。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 CEO 你知道他每年
那年终的时候，他可以拿到1500万美元的奖金，而一般老百姓根本得不到赔偿。所以，川普，你在现在你所面临的是小民生活在什么的这个贫穷线上下，你只知道说为国家。刚聂老师讲的对，你的宏观就是你看到国家要怎么赚钱，但你不知道小民因为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的压力，他现在我跟你讲，有很多人，还有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食物补助。食物补助你要是把它拿掉，对，一家4口之家1个月有2万块台币，就大概$700的补助。你把这个拿掉，你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剩饭剩菜。没有看过美国的低收入家庭的情况，你不会了解。他们需要靠食物券。对，现在因为已经食物券不能发了，为什么？11月1号开始就不发了？为什么？因为没钱了。现在州政府正在想办法要发这个东西，但是你还是要等啊，对不对？那这些贫穷线下的家庭，他只能够靠自己。坦白讲一句，这就是一般普罗大众真正的生活，川普没有看到，所以他在明年的期中选举，我觉得他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跟麻烦。好，谢谢干哥。回到环球大战现场，我们继续跟4位专家呢来探讨美国内政现在是着火了吗？我们都知道啊，自从第2任期以来呢，川普总统不管是外交，不管是内政啊，他都做出了许多大动作。那被这个投资人这个津津乐道的就是呢，他好像化身了川投顾一样哈，很喜欢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高谈阔论，然后带这个投资市场的风向，然后也让这个他周围的家人啊、亲信啊一起是赚的这个盆满钵满的。那虽然美股我们都知道今年的表现真的是很强势，但就是受惠于整个 AI 这个科技的革命嘛。但你说美国的民间经济真的好吗？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这个不是我在这边乱酸哦，因为有专家。谁呢？这个诺贝尔2008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他就是看不惯川普很多的政策，他觉得太违反这个科学性了啊。包括他点出了3大宗罪啊，就是像是生产者还有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上涨啊，经济的不确定性啊，还有一个很伤的一点就是他这样子朝令夕改，然后呢这样就是有点。乱无章法的很多政策啊，都让美国的全球公信力荡然无存了。过去作为这个全世界的老大哥，你现在没有公信力，你就很难带小弟了，好不好？那怎么解读这个经济大佬的言论？是说中了吗？还是作为经济学的这个专家来说，其实川普真的是在经济学上面不合格的？虽然股票被炒得很漂亮，我们来上志哥。我想，其实。在美国或全世界都知道呢，这克鲁曼他应该就是川普的最主要的黑粉，对，真的是黑粉。当然也可以理解啦，他作为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主要当时他提出的就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这个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简单讲就是说，国际贸易跟经济地理之间的这个部分的关系所产生的自由贸易。所以也就是说，克鲁曼他基本上这个人的经济思想。在于整个对于无论全球化或自由贸易，或者是跨国性的这种贸易的，不要说合作，在这里头竞争合作里头，它是抱持这种开放的这种肯定啊，所以正面肯定。所以现在面对于川普这种，包括在经济贸易当中的这种孤立主义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在长久以来，在川普上一任跟尤其这一任在关税战之后重炮的这样子的批评哈，基本上是把所有川普当中对于这种自由贸易的这个核心的部分所产生的冲击，它是在所有各方面产生批评啊。所以这个部分的点评，再加上他的这个经济学得主的这个部分的身份，对，所以确实形成强烈对比。但我要提醒大家哦，虽然克鲁曼批评骂川普，但过去长久以来，他骂最多的其实是中国。所以过去对于中国所谓共产党或共产治理的这个部分，跟他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个新经济理论框架是有很大的违背。但虽然如此，克鲁曼其实是在2009年，就是北京奥运之后，还有2015年，都亲自去中国大陆2趟。跟那边的学者就各方面，包括金融货币都有很深刻的接触，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他骂川普，但是他在描述中国的部分来讲，往往是提到说，川普你这样做的部分你错了，你失败，对美国，中国在这方面的话赢了，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肯定现在中国的这个贸易路线。对于中国现在包括这种也开始跟美国对抗这个部分来讲，可以看得出来他很谨慎哦。所以现在其实包括在中国大陆全世界看，感觉起来克曼是不是算一算他的时间，
这个时候也应该10年了，有没有可能去中国看看了？跟中国现在的全新的，我们都知道这2年中美对抗，中国是全新的经济理论架构，无论包括内循环等等，都不是过去克鲁曼批评的内容。所以在这2者之间，目前看起来克鲁曼是专心对付川普，但对中国并没有具体的肯定。而在中美对抗上，他当然还是站在美国这一方。所以这里头所产生的影响，依然还是在美国跟全球的舆论跟经济学的这方面探讨当中，成为川普的一个肉中刺、眼中钉。眼中刺。对，也希望这个克鲁曼这位学者有机会可以去中国看一看，更新一下他这个经济理论。当然，我相信这位这个知名的川黑的批评啊，川普应该不会有什么感觉了，但是被共和党人自己的同志给背刺呢，那应该是比较痛。什么一件事情啊？这一次的川习会只谈了100分钟嘛，然后呢结束之后，川普就立刻上了空军1号，就回到美国去了。他说要回去白宫参加这个古灵精怪的 Halloween 万圣节派对，帮小朋友发糖果，展现这个慈祥的一面啊。但其实可能是要处理一些国内的麻烦事，因为呢，他那一套对全球发难的大关税野心不好意思，被美国的参议院给表决推翻了，给打脸了。那你说是民主党人在作怪就算了嘛？没有有4位共和党人跑票喽，对你自己的共和党大佬背刺了那就是看不过去川普这个帝国主义式的霸道嘛。杨老师你怎么看？这次急忙返回是后家自愿烧起来了？对，其实老早他就在准备，可能现在他的全球对等关税战，搞不好会被否决掉。倒不是说担心被美国的参众议院给否决掉，因为这一次的参众议院虽然参议院是通过否决他的全球关税战，可是众议院要过并不容易。他其实是担心接下来11月5号开始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我们先讲在参众议院这边参众议院其实都是现在共和党占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是53席比45席，这次跑票4席，有2票去投到这个民主党那边去，所以变成51比47，因此他通过了。可是呢，到了众议院，众议院现在共和党跟民主党是219跟214，看起来差5席但是事实上他就要更严格的去掌控。那因此呢，要众议院也同时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呢，他人可能会去协商，但基本上这个法案并不容易在2个院同时都通过。可是它会对最高法院的接下来的审判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个讯息会让法官，当然看报纸也知道嘛，对不对？那因为最高法院现在美国的贸易法院跟上诉法院都认为川普的关税战违反宪法。美国的宪法第1条第8项就说，关税是国会的专属权利，你不可以通过一个这么全面性的关税，然后不经过国会的法案。那你只可以通过那个像232，比如说铜啊、铁啊，你个别的增加针对性的，比如说20%、25%，最高到50%。那可是呢，现在最高法院要审判，最高法院共和党提名的6比3席，照道理应该好像是容易过，可是你不要忘记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通常比较更加支持自由贸易。那现在呢，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困难。所以川普其实都做准备了，这一阵子他把那个 WTO 所欠的这个会费都偷偷的把它都缴了，然后呢，把有一些这个商品呢，美国没有生产的都把它降了关税，其实也在因应。如果真的大法官通过部分违宪的话，他也会把一些产品转到232这边来。但不管怎么样，这会对川普的关税政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扑，一个美国来自于司法或者是国会之间的一个反扑。好，除了要处理这个国会方面的考验其实美国的国债近几年呢也是表现公信力一直在下滑啦，因为不断的借新还旧，然后这个债逐高台嘛，也大大削弱了过去被这个金融教科书定义为无风险资产的一个口碑信任。那同时又助长了像黄金啊、加密货币这些东西的升高需求。大家都知道，光是2025年金价跟比特币就涨了多少去了。那川普家族也是靠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家跟着他一起这个投资加密货币，都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了。我们说这种超越了内线简直是自己划线，我喊涨就涨，我要跌就跌的离谱事情，就没有人可以管他吗？所谓这个川普币啊，我们叫做民营币嘛，他发行了10亿枚，但是他自己流通了8亿枚，2亿枚出去，
结果这个川普这个一操作之后呢，总共整个的市值提升到270亿美元，你就知道多高去了。为什么大家这个比较迷信类似比特币啊、迷因币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储存资产，类似这个黄金一样。但是问题它是空的啊！你看看这些衍生性的商品啊，这些迷因币上涨，黄金也上，两个双上涨。但是不要忘了，黄金它有实体，对，我这是黄金啊。现在黄金上涨了，已经到每盎司4138块美元每1盎司。对，那现在那大家看那么贵，那我就来炒迷因币，变成这个状况。那迷因币为什么这么可以炒？我认为它有3大优势。第一个，今天川普他是总统啊，他可以政策面来制定。我来搞一个这个衍生性的商品，类似比特币，我搞个迷因币。他是总统嘛？对啊，那就他自己，他成立了2家公司搞这个东西，搞这个名牌。他儿子也搞这个。对，变成这个样子。讲的第二个呢，消息面，你要知道川普这个东西哦，他消息面一放出去，哎呦，跟这个谈判过关了，跟这个加拿大也好，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欧洲的这些国家，谈到好像消息不错哦，这个民币就上涨了。你看消息面是他由他来控制的。一下不行的时候，所以股市也是一样，他就问你们都赚到了钱了吧？对，这就是我们讲的，他有消息面、政策面的优势在他，消息面的优势在他。第3个不要忘了，操纵面，谁可以操纵？川普可以操纵啊，对不对？大家来买这个，你放心好了，这个东西啊，引在上面，将来避险就靠这个了，就跟比特币一样，它是虚拟的，但是避险很好避险啊，而且很好在地下做交易。对，大家开始买了，所以又有操纵面也在川普上面。你这个3个优势都抓在川普手上，那你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靠川普来发财了？真的，我们讲到了，权力在上面，权力产生金钱，是权力增加资产，这就是个很典型的现象。没错，这是球员兼裁判了。好，不过美国当前要处理的这个内政的棘手事情啊，当然就是现在朝野还是要赶快尽快和好嘛，因为你联邦政府因为2党恶斗陷入停摆的局势，继续这样拖下去，拖越久越严峻啊。要知道，如果这个停摆时间再延长1周呢，就要创下史上最长的记录了。那这个 CNBC 引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呢，就是这次美国政府停摆导致美国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到年底损失有多少呢？至少70亿美元。那如果你后面停摆再6周，停摆8周，都有一些相应的数字变化。可见这个国家机器如果继续摆烂不运作，那对美国全国的 GDP 还有公众利益都是巨大的损失。那相信我不用多讲。但是内政到外交，川普从第2任期以来，他都走得蛮一个极端的风格。那包含2026年的期中选举，在我们今天录影这天，其实就差不多剩1年的时间了。立将军，你觉得川普今年从2月这样上来一系列的骚操作，对于他明年的选举，他这样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路线，还可以继续走吗？我当然走不下去啊！我们今天很明显的，明年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大胆的预测，因为明年的共和党选举应该是会以这个大败来收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第一个，我们就看，就刚刚我们讲的这克鲁曼所讲的第一句话来讲的话，这个消费者物价上涨现在来讲的话，这个通膨指数已经到达2.4%那 CPI 指数，但是核心指数已经到达3.0%了。所以这个美国的很多老百姓都已经感觉到物价已经在上涨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美国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它失业率越来越严重因为 AI 取代的关系，包括到几个这种科技的 AI 的大的公司都目前都在裁员包括亚马逊等等裁员，而且裁到几乎10%，裁到很多那是不是美国这种关税政策原来是要将制造业拉回美国去提升美国的就业？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就像克鲁曼所讲的嘛，它经济是一种不确定性，因为所有企业主到底要不要投资，他不晓得。你每天川普在那边踏过去然后如果说是我去投资生产的话，那工人成本、各方面的成本、产业链的成本都很高所以说是也没看到川普这个关税的政策想要将所有制造业拉回美国我们看不到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只是看到让美国这个继续去这个衰败。那当然除了这个关税的问题之外，我们看到川普这一段的骚操作包括到什么？包括到他走向的所谓极右的政策，甚至于很夸张离谱的将共和党州的国民兵派去镇压民主党州的这种所谓的移民或者是说这个游民，用这种军队去镇压，很多老百姓看不到。
甚至于我们现在也看到，美国很多的地方都已经这个在周日的时候都有所谓无王的一个这种群众的运动，叫反川普的运动，很明显。除此之外，其实上我觉得川普很多自己国内的问题他都没有解决哈。当然这是长久以来美国自己本身的问题。当然第一个就是他们所谓的这种多元性别政策哈，然后或者是说他堕胎啊、持枪等等这些都走极端的主义。那让美国老百姓会这个反对反抗，尤其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说是连我们都看出来，他在这个图利他自己的家族，借着炒作这些货币、炒作股票，难道美国群众会不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共和党为什么有4个人倒戈？这共和党的议员他会求自保啊，对不对？我希望说是我倒戈，然后将来选举的时候，我才可以得到我的选民的支持。所以从这一叶知秋，从共和党里面有4个人倒戈哦，我们就看明年共和党选举可能非常非常的严峻。